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小伙伴们一直问我关于红米手表4的消息，问我测不测。当然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我云飞又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了红米手表4的体验分享，我还是非常快的。那么点赞搞起来，我们直接来开箱。Redmi Watch 4，来看一下 1.9 的 AMOLED 屏幕，金属中框，超长续航，快拆表带，蓝牙通话，全天候运动健康。说实话，这个质感已经非常不错了。看一下它有哪些东西啊？一个充电器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应该是和之前，估计是和之前差不多的啊，还是这种触点。Redmi， 它表带感觉就换了吗？质感很不错啊，开一下机，这种快拆，来听一下。这里，整个手表的体积感觉是挺大的啊。你看，这个是 S3，然后这个是 Watch 4，金属的表框。我们选择简体中文，下载小米运动健康连接，直接配对连接的。好，去设置时接收信息，接听手机电话，同步设备。语音稳定连接去设置，这是第一波加载啊。压感交互，这个依然是别的，应该是现在没有同步啊。下一页完成。拆开包装的第一感觉就是如同宣传页的那样，这手表有点精致，精致的不像红米。首先，我们感知最大、最明显的是它的手表尺寸来到了 1.97 英寸。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太能感受得到，那么我和上代手表3一对比，大家就有比较直观的概念了。另一个一手就可以感知到的就是金属中框和金属旋钮表冠，这可是连小米手环8 Pro 都没有的金属中框，质感提升真的很大。背部的传感器是这样的，充电线和红米手表3是不通用的。这个是 Watch 4，它是充电器是这样的。这个是 Watch 3，它是没有办法磁吸在一起的，你看。但是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，它也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充，但意外的是，它和小米手环8 Pro 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手表边框和上代手表3是没有啥变化的，背部的材质也是同样的黑色磨砂塑料。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。这个是 Watch 4，这个是 Watch 3，然后这个大小大家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，然后我这样一放，你们就应该可以了解了，它大概是大了这么多。然后最大的升级呢，就是把这个边框换成了金属的。但当我们佩戴在手上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次它的表带换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快拆方式。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它的快拆设计和小米手环8 Pro 是一样的，表带直接就是通用。这是我之前小米手环8 Pro 大家熟悉的那个编织表盘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整体的外观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，来说说你的看法呗。而这次除了外观上面升级，内里也是变得不一样了。最明显的一点是，这是 HyperOS 发布之后的第一款红米手表。那么自然大家肯定会好奇，它究竟是不是搭载的小米澎湃手表系统？如果你买了新手表，不妨试试连续点击系统版本号，你就会发现小米的惯例彩蛋。就目前来说，它和小米手环8用的是同样的系统，但据说 HyperOS 的手表系统今天就会推送，所以大家到手应该就是澎湃 OS 的系统。到时候我再来和大家分享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彩蛋是挺有意思的。这次红米手表4也有了过渡动画，配合6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，看起来会流畅很多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区别，手表3和手表4有无动画的对比。这个是手表4，这个是手表3。我们就拿这个应用来举例吧。我们来看一下手表4的一个返回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手表3呢是直接返回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来看手表3的，再看手表4的，然后再返回，它是这样子，再返回，它是这样子。这样大家应该一目了然了。
然后就是表盘方面的升级，和小米手表 S3 的应用一样，很多表盘是可以进行再次编辑选择样式，而且有对应的新品表盘还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看到切换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表盘我也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共有多少个。这是插画、动效机械多功能、官方推荐。简约是里面最多的，这个数量是真的非常的多呀。然后是科幻和科技、照片表盘、运动、艺术、商务。另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就是支持蓝牙通话，这个我会在接下来的功能演示里面给大家展现。那么全网最全最详细的红米手表4的功能演示即将开始，成品会比较长，但是为了照顾想要购买手表4的用户，我还是尽可能的把它全面的展现给大家，记得收藏。那我们开始。首先表盘界面的操作是和以前是一样的啊，如果要切换表盘的话，依然是长按直接切换就行了。这个是它动态表盘的一个效果，动态表盘会有点卡。下滑就是整一个消息中心，上滑是控制中心。控制中心这是勿扰、静音模式、台湾亮屏、设置、手电筒，然后这个查找手机、排水模式、省电模式，然后这个是手表闪亮。左右滑动是它的一个小组件中心，然后长按的话，我们可以对快捷组件进行编辑替换，可以换成其他的部件。那就这样，然后返回就 OK 了。当然，在手机上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更加深度的自定义更改。小组件管理就有这些小组件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点进去，然后对它进行更改替换，然后顺序的话也可以直接进行更改。我们接着来看实际有哪些功能。同样的，它默认的是这种9宫格显示，我们还是可以去到设置里面去把它变成列表布局，这样会方便一点嘛。第一个是运动，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运动的一个效果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红米手表4它一个户外跑步的一个功能，它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状态。因为我刚才已经点了这个跑步，所以它可能事先是搜了 GPS 的。目前我现在是没有连接这个手机的，就直接是使用手表的这个 GPS。好，它现在要开始重新搜索。我们先看一下它搜新的速度啊，哎，还行。我们这边这是一个户外的公园，我们选择户外跑步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它是有一个这个扬声器的。我们点击了，它是会有一个开始运动的选项。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调整音量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音量调到最高。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暂停，运动已暂停，这就是它最大的音量。运动继续。啊，这边的话还是一样的，播放手表音乐。那我们现在就运动起来。现在我们跑了7分钟，然后是500多米，然后我们来结束一下，来看看它有没有那个轨迹图啊。运动已结束。哎，它是有一个轨迹图，这个略缩图的显示，然后有这些信息：运动数据、心率、步数、平均配速、平均步频啊，平均这个步幅，然后心率、热身、配速、步频、运动表现啊，然后这边还多了一个去拉伸的一个这种选项。好，我们就结束掉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运动记录里面看到，它有一个运动跑步的有一个户外跑步的一个选项啊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信息。第二个是运动记录，可以直接从这里查看我们刚才的一个运动跑步课程、基础跑组合，然后这是一些介绍。欢迎来到基础跑走结合课程。首先，快走2分钟，请将心率控制在97至149次每分钟。这一阶段的主要作用是热身、唤醒身体。
运动已暂停。课程已结束，做一组拉伸，放松一下吧。然后有一个训练状态，它是根据我们7天的一个运动状态来进行一个评定。我们现在是运动不足的一个状态，在这个手表上面它是没有这个一个数据的。我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S3 训练状态是在这个维持期。我不是说没有运动啊，我是运动了啊，但是确实没有跑步。它这里居然还显示我这个运动强度太大了，它这个数据也是没有同步的，因为我这2天在测这个手表4。下一个是活力指标，这个大家都是了解的，它有卡路里、步数，还有中高强度时间，然后数据说明。心率的这个大家都了解的，还是小米手表一贯的这个图案。然后有近3-4天的静息，它是没有办法同步其他的数据的。心率设置我们可以开启全天的，我们现在是智能监测，心脏健康也是可以开的，高心率、低心率，然后是元气值，这就是之前的 PAI， 也可以开启全天。血氧今天没有测过，我还没有开启，可以开启全天。睡眠，设置都开了，那明天早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我已经睡了一晚上了啊，然后它的睡眠是这样子的，我是0点入睡，然后6点起来的，睡了5个小时44分。其实中间我是醒过的，但它依然是没有显示这个清醒的时间。小米在这一块是有一点这个检测的不是特别准啊，这些都是开启了，那它数据就是一个这样子。压力都是可以开启全天，然后呼吸训练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。那我们结束。然后女性健康，这个大家懂的都懂，智能预测，然后说明，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现阶段的这些数据去做一个分析嘛。然后妙想中心，这是我手机在放这个歌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下。然后它现在就开了，这个大家都应该是了解的。然后这多了一个，就是我有一个智慧平时，它也是可以直接进行控制。米家，这里面主要是可以进行一些设备的一个控制，比如说工作室，但是要我们自己设置好了啊。然后是我们的小爱，你可以发出声音吗？明天是星期几？这个就有点离谱啊，因为它是有扬声器的啊，它是有扬声器的，但是小爱是不能发声的，这就是我觉得它是明明可以给，但是就是不给我们啊。天气，那天气预测，这几天天气、空气质量都挺直观的啊。然后卡包大家都知道。日历，就比如说今天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日程，练车、拍摄这个红米手表4、红米脚本，那这个日程是可以直接和手机关联的。日程，这个就和刚才一样，今天的日程。然后代办我用的比较少，常用联系人，这个需要在 APP 里面添加。电话，它是可以直接在手表上面进行拨打电话的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来拨打一个
我是可以直接拨打的，它是可以直接在手表4上面接听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啊。抱歉，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你看，人工服务请说转人工。您好，我是智能视频服务。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啊。它和手表3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它有扬声器，然后音乐，但是非常离谱，它音乐它就不能在这个手表上面放啊，所以有点割裂。遥控拍照还是和之前的一样啊，这个其实我想不太需要给大家演示啊，比如说点一下拍照，它就拍了。那它手表还会震动一下，当然这边也可以设置倒计时、闹钟。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是它的震感是很强的啊，刚才震动很多次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。然后我们可以来定一个24的闹钟，来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24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响度啊。它除了有震动，它还有一个声音，可以明显感觉到它这个震感是非常强的啊。下一个是我们的番茄钟，一般的话是25，那我们直接开始，它会自动开启这个勿扰模式嘛，25分钟的倒计时，然后到了时间就会提醒你。秒表，那这个没什么讲的，来看一下能不能到后台啊，它不支持后台，确定。可以看一下番茄钟支不支持后台，它也不支持后台。然后倒计时，倒计时3分钟，看一下它支不支持后台啊？倒计时是支持后台的。世界时钟，指南针。我先校准一下啊，它这个信息的话就会少一些，它是真的是只有指南针的一个功能啊，但好歹也是有这个功能啊。找手机，这个顾名思义，这个功能对于经常找手机的朋友来说是真的非常有用啊。手电筒，这亮度也还可以，在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下，当个小夜灯是绝对够的。当然，手电筒下面还有一个模式，就是闪烁模式。支付宝，目前来说是没有微信啊。然后设置，在设置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，表盘、长按表盘可以管理，也可以直接到这管。然后显示与亮度、屏幕亮度，还有息屏时间、台湾亮屏、持续亮屏、覆盖遮屏、单击亮屏和息屏显示。然后息屏显示它能直接编辑这个默认的样式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。然后声音与震动，静音模式，震动是现在这个还是标准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增强是什么感觉。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出来它们的差异啊。勿扰模式，顾名思义啊，这里可以点击一下开同步手机，消息通知，通知亮屏，请手机锁屏时，请佩戴时，运动识别，可以识别跑步、健走、户外骑行、椭圆机、划船机、跳绳。然后设备密码布局我们可以改成多列。电池现在48%，可以用2天1个小时。我因为到手的时间比较短啊，所以我目前来说
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这个续航的一个时间啊。然后系统操作有一个很好的功能，就是连接新手机，可以直接把数据保存，然后连接新手机。最后有一个小彩蛋，我们在关于里面连续点击版本号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彩蛋啊，大家到手之后可以试试。这里是连接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8颗星星，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小米手表系统的一个界面，小彩蛋啊，然后长按，它可以跑得飞快，非常有意思啊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最后是出现小米和这个系统的一个 logo VELA 的系统，然后是 APP 界面的一个功能，在这边我们可以设置消息通知，我是开启了这3个。同样的，来电提醒我们也可以开启，显示联系人的信息，后台运行权限大家自己全部要开启啊。如果你想要保证稳定的一个连接的话，然后卡包、闹钟这些都是可以设置同步的。卡包是这样子的，闹钟这里是可以开启同步，这个关掉。手机日程同步，手机待放同步，天气设置，来推送，然后世界时钟，这个是刚才我们添加的。常用联系人，这个也可以自己添加一个。心率设置，睡眠设置，血氧饱和度设置，这个和手表和手机都是同步的 ，APP 都是同步的。压力设置，这个刚才我们是在这开启的。站立提醒，活力指标，元气值设置，小组件管理，这个刚才我给大家演示过了。应用顺序管理，这个是可以拖动，并且也可以把它设置为隐藏。震动模式，这些可以自己自定义的啊，添加震动模式就是自定义。那就是可以这样子。那就这样。我个人是不太用的啊，是可以设置每一个都可以设置成不同的，然后查找设备，它是有声音的，这个就确实非常有用。特别是这个 HyperOS 它是可以直接在这个融合设备中心这里查找手表，非常方便。SOS 紧急求助，连续3次，1、2、3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设备密码结合手机，小爱控制中心检查更新。那这些数据，这样下来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了。怎么样？看完我以上的全功能演示，大家是个啥感觉？我个人觉得这就是红米手表上的升级款，性能好了，动画好了，之前只有3青春版才支持的蓝牙通话也加上了，特别是这个外观上下的功夫真的挺多的，金属的中框质感确实上去了。目前我没有看到其他颜色的，只看渲染图的话，确实看不出来这是红米，质感确实很好，搭配其他的表带，还真挺不错的。刚好需要换笔器方表的用户可以试试，我目前还不知道价格是多少，相信红米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的。当然缺点也依然是还有的，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过的，既然有了扬声器，其实可以做更多的适配，比如说小爱，比如音乐等等。但这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景，我认真觉得可以加把劲儿的是这个流畅度，目前还有一些掉帧的现象在，希望可以在后续的 OTA 升级的更加流畅一点。不过作为一个手表装饰性来说，红米手表4确实是比它所有的前辈做的好太多，好看有质感。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充分的了解红米手表4的一切。当然你有什么其他的想知道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，看大家的问题多少，我会考虑做一期长期体验视频，统一起来回复大家的问题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支持，点赞越多，我更新的动力就是越强呀。我是云飞，最后的最后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